香港住宅喺下半年有2.3萬伙新盤可以登場，同時因為香港發展商有龐大嘅債務危機，所以發展商需要持續減價賣手上嘅貨尾單位。同時今個星期港匯繼續觸發弱方兌換保證，金管局又要買入132.82億港元，未來 HIBOR 一定會爆升，所以買家嘅供樓成本會上升，減低市場嘅購買力，所以樓市仲係有排跌。但事實到底係咪咁樣呢？大家好，我係阿米。講到 HIBOR 喺而家要點應用方面，我喺之前嘅影片都講咗，喺度我唔再多講啦。不過今個星期我睇到一個睇淡分析都幾好笑，佢係話未來6個月發展商要持續對新盤減價出售，以確保去貨速度。如果市場認為 HIBOR 長期喺2厘以下，會促進住宅市場，住宅租金就會因為外來因素帶動突破歷史新高。所以樓價方面，中小型住宅就要跌5%。你會發現呢個分析係講咗一大堆嘅利好因素，但係利淡因素只係佢預期新盤要減價，即係佢默認咗租金會持續上升之餘，利淡因素幾乎消失。但係由於佢要應對佢嘅粉絲，如果佢要堅持年初睇跌5%嘅觀點，佢只能夠不斷咁講發展商因為多個因素要平賣，就將呢個觀點不斷咁放大。但喺事實上，由年初到而家，究竟發展商到底係唔係真係搞唔掂，要準備大平賣呢？如果你都想知道呢啲內容嘅話，記住將呢條影片睇到最後去了解完整嘅內容。同時支持我嘅朋友，麻煩你而家撳個讚先，不但可以表達對我嘅支持，同埋日後你都可以喺播放列表入面揾翻呢條片嚟重溫。最後，如果你都想定期接收對你財富有幫助嘅資訊，可以而家就訂閱我哋呢個頻道，接收我哋逢星期五上晝8點半為你更新嘅影片。而家馬上進入今日嘅內容。我哋作為投資者，要知道樓價只係講整體嘅二手市場，只要買賣談判價格升嘅因素強過跌嘅因素，買方自然就會加價去買，樓價就會升。相反嘅時候，賣方就要去減價賣，樓價就會跌。咁去翻啱啱講嘅睇淡分析，佢係見到樓市有好多嘅利好因素，而睇淡因素只係發展商有一連串嘅問題。但佢好似忽略咗一點，就係發展商係樓市賣方嘅莊家，即係一大堆利好因素嘅時候，覺得發展商下半年反而要平賣搶二手客源。咁我問你啦，而家市場轉好緊，不過你而家等錢使，你會想大平賣定係市價出貨？唔使審都係後者啦，因為利好因素出現咗啦嘛。而家市場又唔係冇買家，咁佢做咩要平賣呢？其實發展商可以賣嘅貨就係得咁多，唔通佢真係貪自己唔夠錢使，再同二手市場嘅業主去惡性競爭，之後再收少啲嘅 cash flow 翻嚟？同時賣新樓唔會個個都會用職工 plan，因為職工要白工到收樓。如果買家買現期，發展商賣出嘅單位只能夠收到1成嘅訂金，直到落成先可以收到尾數，對個現金流幫助又有幾大呢？所以如果想單純解決資金問題，應該係強力咁推現樓嘅貨尾項目，而唔係樓花。但係4至5月人人皆淡嘅時間，發展商係賣年底係關鍵日期嘅 CLSC， 而唔係4月底已經落成嘅 Lofoling 第3 A 期。如果你都係我長期觀眾，你都會知道發展商由 CLSC 開始已經喺度佈局緊樓市，同 CLSC 差唔多日子動工嘅樓盤應該都落成咗或者差唔多起好，又有幾多而家喺度平賣緊呢？有啲係賣少少就唔賣，甚至有啲都未聽過佢開賣。你有冇見到除咗 CLSC 之後，有大型嘅新盤係用市場折價嘅方式去吸客？個答案係冇，反而你見到嘅係撻訂單位仍能重售。Uni Residence 同埋 Lofoling 3 A 期都冇再用折價去吸客。再坦白啲咁講， Uni Residence 其實係有啲貴，而 Lofoling 則係屬於市價，因為賣樓並唔係發展商唯一解決現金流嘅方式。而家融資成本已經有所下降，佢哋係絕對可以借新債還舊債，等市場轉好再賣高啲個價，仲可以好似4大發展商之一嘅恒基，就用日價化可換股債券，甚至連個利息都可以慳埋。其實由 CLSC 開賣到而家，市場氣氛都喺度轉好緊，完全係一個可預期嘅事。差在你係用投資者嘅眼睛去睇緊未來，但係要集中喺最差嘅環境、最差嘅因素去衡量未來，呢啲就係你嘅選擇啦。我啱啱都講咗二手市場升跌係一個談判價格嘅過程，
上星期呢條片都講咗 HIBOR 要點樣應用。其實而家個樓價基本面上係出現咗唔尋常嘅吸引力，因為而家係供平過租成大字。樓價下跌只係因為年初嘅時候嘅利率問題，銀行傾向估唔到價。你係買家都可以大條道理同業主講，銀行估唔到價上唔到會，就可以大刀咁劈個業主價。而家 CPI 已經大力咁跳升到60點以上，你仲覺得買家仲可唔可以好似年頭咁樣用同一招去劈價？其實個業主都唔係盲，估足甚至估突嘅話，個業主多數係睬你都傻。嚟到而家其實只係銀行願意去跟翻個成交價去調高估價。大家記唔記得我喺年初估第一城細兩房嘅樓價係基於13,500蚊嘅租金，再加上利率係3.25厘，大概用450萬借70%按揭，都係比公平個租貴少少，就能夠吸引到投資者入市。而家租又升過晒 H 按利率又跌過晒，樓價又未升到嗰個位，所以而家其實仲有投資價值。收租投資者係唔會怕追價，只係年初嘅時間都唔需要追價，銀行就喺估價上面幫你大力咁劈咗業主一刀。唔通投資者有得買平啲嘅時候又唔買平啲咩？可能有人認為而家嘅利率只係 HIBOR 下降，萬一個利率上返去就會令買家失預算。但係要解決呢個概念都好簡單，其實買家喺買樓做按揭嘅時候係需要個入息比率，而計算嘅時候係要用封頂利率去計。所以買家入市嘅時候 H 按係唔係去到封頂利息都唔會影響到佢做按揭嘅貸款額。而家市場價格亦根本未去到用 H 按實際供樓利息去衡量價值。如果唔係嘅話，點會好似我上星期咁樣講，第一城做90%按揭都仲可以公平過租呢啲咁抵嘅情況出現呢？但係而家未去到年底嘅時間，租金已經升咗唔少，甚至而家其實連租務旺季都未過，已經超越咗我嘅預期。假若聯儲局喺今年真係唔減息，其實用而家嘅封頂位3.5厘去計算，第一城嘅細兩房去到450萬左右先係僅公平唔過租。呢度仲要假設租金係冇得再升，但實際上 CRI 指數都升得幾強勢，連睇淡分析都認為今年可以破頂，我都唔需要再慢慢去講啦。雖然而家樓價只係價值上出現咗落差，市場仍需要時間去做調整。暫時市場有95% 以上都仲係預期緊12月最少會減一次息，只係多數嘅買家都係打算等到美國真係減息嘅時候先再行動。不過作為投資者要思考嘅係最壞情況，就係唔減息而唔係到頭加息。除咗特朗普成日大聲要講減息之外，其實鮑威爾都話如果唔係關稅戰早就減咗息，即係佢哋個共識其實都係要減息。相信投資者計最壞情況係唔再加租，同時用今年唔減息嘅3.5厘封頂率去衡量已經係保守咗。不過香港嘅銀行似乎覺得係會減息，因為香港嘅銀行不但喺股價上面已經願意貼近市價嚟做股價，而家兩間大型銀行仲為咗搶客去加翻個按揭回贈。如果銀行認為融資利率好快會上升翻去賺唔到錢嘅水平，佢哋又會唔會去做呢啲嘅行動呢？嚟到最後就梗係要講下個供應量。其實我都係4月嘅時候都講咗未來供應會出現斷層，而唔係海量供應。而家都唔見有人好似年頭嗰陣時咁講有10.7萬伙供應，因為呢筆數不但要計動工量，仲要計已批出土地，再加上未賣嘅單位。但係啱啱我都講咗，發展商有啲未賣嘅單位係一直擺喺度唔賣。你又覺得係唔係真係下半年會推晒呢23,000伙嘅供應呢？發展商一直唔賣嘅伙數，一直都會喺呢個供應量度出現，唔通個供應量又一直都係好多咩？同時發展商起樓賺唔到錢嘅時候，佢又會唔會起樓去增加供應？不如慳翻啲成本好過啦。所以最直接嘅數字就係睇動工量同埋落成量。呢個就係我之前為大家整理咗喺屋宇署資料月報揾到嘅動工樓盤數據。眼利嘅觀眾應該都會發現呢個數據喺2024年5月之後係冇再更新過，甚至有觀眾都問過相關嘅問題。但個問題唔係我唔想更新，而係直到6月底更新。屋宇署4月資料月報入面，根本由24年5月起，冇一個樓盤係超過300伙俾我去加入做呢個名單。而我選擇以300伙為界，只係因為我假設一座樓1層8伙，樓高30層係240伙，300伙只係代表大概多於2座嘅發展，唔係單棟式嘅住宅物業。
但係而家已經有11個月係冇呢啲嘅發展，代表幾年後買家想買新樓都只係得單棟式物業選擇，所以我亦一直強調未來供應係會出現斷層。其實而家已經慢慢有啲信號走緊出嚟，包括5月私樓落成量急跌80%至330伙，同時預售樓花同意書已經連續2個月零批出，最新都係新地申請古洞項目嘅預售樓花，過完古洞項目之後就係啱啱我所講嘅斷層出現。同時，長實安達臣樓盤係港人首置盤，要落成咗先可以開售，但係佢而家更加係停工嘅狀態，即係足足近3000伙要進一步推遲落成。而家已經輪到古洞申請預售嘅時間，所以未來嘅供應係可想而知。而家只係以清貨尾為主，亦唔見所謂嘅發展商繼續劈價，即係大眾繼續沉迷喺海量供應嘅議題入面。我一直只係用投資者嘅角度，將會預示到未來會有變化。你唔信嘅都可以等到幾年之後，睇下所謂嘅大量供應同平價求售有冇出現，再到時考慮買唔買樓。翻去開頭發展商賣樓嘅概念，既然發展商去到古洞之後都冇乜大型項目，佢哋嘅貨係賣一件少一件，又點解要大平賣，而唔喺呢個斷層出現嘅時間再慢慢拎出嚟賣呢？以上就係我今日嘅全部內容，感謝你費事將我哋嘅影片睇完。如果你都想了解更加多有關買樓投資嘅資訊，都可以睇埋左手邊呢2條片。最後，如果你都覺得呢個頻道實用同幫助到你嘅話，記住訂閱呢個頻道，俾多個 like 我，同埋分享呢條片俾你嘅朋友睇。同時祝福睇到呢度嘅你可以早日達到財務自由。我哋下次再見面啦，拜拜。